美国大兵放哨时，突然发现了件可怕的事，他急忙将望远镜递给走来的队长。无垠的海面上竟然突然出现了一艘轮船，并且还纹丝不动地停在那里。这一状况显得异常可疑，于是队长立刻警觉地拉响了警报。船员们纷纷进入了警戒状态，紧张地注视着那艘轮船，并且还将炮口对准了轮船的方向。小黑试图猜测这艘轮船的来历，他认为这可能只是一艘补给船。于是丽莎试图与对方取得联系，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呼叫，对方却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。更令人生疑的是，这艘轮船似乎故意停在了大炮射程之外，让人不禁怀疑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阴谋。队长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派出小黑单独前往轮船进行侦查。随即小黑表现出了十分不情愿的样子，但想到如今基地里只有4个人，丽莎是女人，不可能执行这项任务，大山则需要时刻守着大炮，而队长需要留下主持大局，更不可能直接出面。于是小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小黑小心翼翼地靠近轮船，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。可眼前的景象让他震惊不已，这艘轮船确实是一艘军舰，但已经锈迹斑斑，破败不堪，仿佛已经被岁月遗忘。更奇怪的是，船上竟然没有一个士兵的身影，它就像一艘幽灵船一般，在寂静的海面上漂浮着。小黑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应，于是只好压抑住不安登上了轮船。小黑先是向队长汇报了船上的状况，随后他开始在船上仔细搜索，每一个角落都不曾放过。他走进杂乱不堪的船舱，各种物品都被蛛网所覆盖。这艘船显然已经被弃置了很长时间，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当小黑深入船舱时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生活物品，甚至还有4套军用设备。这些发现让小黑更加困惑，他开始怀疑这艘船的出现并非偶然。难道这艘船是来接替他们4个人的吗？但为什么船上的人会不知所踪呢？就在小黑深入探索时，队长这边却失去了与他的联系。队长认为小黑或许已经遭遇了不测，于是决定使用覆盖范围更远的核武器，直接炸毁那艘轮船。他知道这是一个极端的选择，但他也无法承受任何可能的风险。核武器的操控权限需要2把钥匙，队长自身携带1把，而另1把由丽莎负责。丽莎认为小黑或许还有生还的可能，但无奈队长的态度强硬，他也只好交出了钥匙。紧接着队长便输入了密码，核武器随之进入了预备状态。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小黑的对讲机突然恢复了信号，及时联系上了队长，这才逃过了核弹的轰炸。队长也随之松了一口气，他要求小黑将轮船带回基地，而并没有要归还丽莎钥匙的打算，这让丽莎感到十分不情愿。他们已经在这个海洋军事哨所工作了足足3年，并且在前不久这里的核反应堆发生了泄漏。尽管他们每天都会用碘玉来抵消辐射，但如今剩余的碘仅仅只够他们维持1周。他们渴望着新人来接替他们，可如今等来的却只是一艘幽灵船。现在不仅没办法离开，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。他们开始怀疑这艘船可能是被故意停在那里的。队长断定这艘船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，于是便将其记入了轮船航行记录。可在他做好标记时，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而另一边的大山此时已经偷偷登上了轮船，等他返回基地时，却正巧被小黑碰到，于是便将自己的发现全都告诉了小黑。那艘船的引擎只是轻微损坏，修好后或许还能正常启动，这也许就是他们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机会。毕竟没有人愿意继续在海上度过第4个年头。可随后小黑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丽莎，原来2人早已悄悄地走到了一起。然而丽莎却告诉小黑，队长不会同意他们离开，而小黑表示他会处理队长的问题。次日，小黑和大山便开始着手修复轮船的动力引擎。可当2人走出舱门时，队长正悄悄地看着他们。面对队长的质问和警告，他们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计划，并表示可以带着队长一起离开。但队长却果断地否决了他们的计划，并握住手枪威胁2人。小黑和大山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不敢再有所行动，毕竟在这个地方谁有枪谁说了算。可他们也不可能放弃离开的机会，于是他们开始商量解决队长的方法。而就在这时，队长和丽莎突然找到了2人。原来队长改变了之前的想法，现在他同意2人离开基地，但前提条件是丽莎必须跟自己留下，理由则是基地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运转。小黑听后自然不可能答应，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女人跟一个男人独处于基地？于是他决定代替丽莎留在这里。可丽莎的回答却狠狠地刺痛了他的心。 I don't love you, Sullivan. That's what you want to hear. 小黑听后红着眼睛转身离去。可就在深夜，基地的铃声突然响起，雷达显示又有一艘轮船正在接近基地。队长果断命令大山开炮攻击，然而第1发炮弹并没有命中目标。队长立刻命令大山补充弹药，准备第2次射击。就在第2发炮弹即将发射之际，小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他们之前拉回的那艘轮船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，而现在朝他们驶来的正是那艘轮船。小黑突然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，这或许都是队长搞的鬼。一旦开炮击毁轮船，他们便失去了离开的机会。这时队长持枪威胁他们继续开火，大山死活不肯，可下一秒便被打掉了1只耳朵。小黑担心局面会更加失控，于是只好选择了开火。
随着一声巨响，炮弹精准地击毁了那艘轮船。大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唯一的退路化为乌有，愤怒与绝望瞬间涌上心头，他毅然决然地走向队长。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丽莎却突然从背后击晕了队长。随后三人将队长关进了仓库。次日，小黑带着食物来到仓库，他不理解队长为什么突然反悔，明明决定好的放两人离开，然而队长却坚称那艘船与他无关，并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原来那艘船早在3个月前就出现在了雷达之中，可就在即将抵达这里时，又突然改变了航线，并且在错误的航行停留了许久。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人发送了错误的坐标。而小黑第一次接受任务之前的不情愿，洗脱了自己的嫌疑，因此队长一直在怀疑丽莎和大山，所以他才会想办法拿回丽莎手中的核弹钥匙，并阻止大山离开基地。可小黑早已对队长失去了信任，并没有选择相信他的话。可次日喝醉了的大山便告诉小黑，队长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小黑连忙跑到仓库，可这里窗户大开，显然队长是从这里逃走的。可目之所及皆是无垠的汪洋，队长又能逃去哪里呢？小黑来到队长的房间，从行李中找到了队长的笔记，再联想到昨天队长所说的话，小黑有些迟疑，难道队长并不是乱说？而这边的大山还没有放弃离开的念头，他约丽莎一起去捞起那艘轮船，兴许还能找到队长的藏身地。闲来无事的小黑决定为两人准备晚餐，可就在他收起渔网时，却突然拉起了一副躯体。小黑被吓得目瞪口呆，而躯体的主人正是队长，头上的弹孔说明队长是被人杀害的。小黑收起渔网时，却惊恐地发现渔网竟然拉上来了一副躯体。小黑被吓得目瞪口呆，而躯体的主人正是队长，头上的弹孔说明队长是被人杀害的。而第一个发现队长消失的便是大山，如今他的嫌疑最大。随后小黑又从档案中看到大山患有狂躁症，却由于能力过于出众才被特批录用。这下小黑开始担心起丽莎的安危，他怎么能允许如此危险的人待在女友身边？就在小黑焦急的等待之际，总算是有人回来了，可小船上却只有一个人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回来的竟然是丽莎。她泪流满面向小黑讲述了大山的罪行，她声称自己侥幸逃脱了大山的追杀，而大山如今已经逃之夭夭了。小黑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但他仍然不敢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，因为他回想起基地的值班记录，发现丽莎恰好在轮船航线变动那天值班。这个巧合让他开始怀疑丽莎的真实身份和目的。次日，小黑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控制室，当他将钥匙插入开关时，丽莎突然走了进来。小黑果断地掏出手枪，要求丽莎自己坦白一切。既然已经暴露，丽莎也不再伪装，她告诉小黑，那天是她独自划船前往大海深处，并假装自己是接头人员，然后将前来接替的人一一干掉，并破坏了轮船的引擎。而她的目的是拿到队长身上那把核武器钥匙。她的真实身份是别国的间谍，她的目标坚定而明确，那就是掌控基地内的核武器。可队长一直没有给她机会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他毫不留情地除掉了接任的新人，迫使众人继续留守基地。随后他又精心策划了这个陷阱，巧妙地将放走轮船的罪名嫁祸给队长，又使三人落入圈套。队长失去利用价值后，被他无情地扔进了大海。然而丽莎千算万算，却忽略了一张不起眼的渔网。随后小黑按下了核弹开关，企图与丽莎玉石俱焚，然而许久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原来核武器只是一个骗局，那么他们坚守的又是什么？可最终两人继续留守基地。看电影找驰名，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。